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9.07，收盘价是244.4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2.42，最低价是在242.02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2.002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1倍量增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并且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在多头的趋势中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，在相对高档的位置。当日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然后上方在252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，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下，回补了一半的缺口。那然后呢，收盘是被小幅的拉抬。那在高位出现这样的走势，然后成交量是量增，通常这是出货的表现。那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因此呢，这样的一根 K 线啊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也会看到上影线是略长。那日后呢，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才能够股价才能够继续上涨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会是上涨到239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点位呢是股价会上涨到236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出现大幅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58，另外一个方向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27。实际在6月9日收盘价是在244.40，出现了上涨。我们预测的上涨啊，和实际发生的上涨，在收盘价它们的点位相差是较大的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就是都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因此呢，这样的信息也给出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信号。好，那由于今天是周一，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 K 线图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现在是周 K 线图，现在3根绿颜色的线呢，是我们在上周一对上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3个结果，一个会是如果出现回档，那么
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条绿颜色的线是它的收盘价，周的收盘价。然后呢，如果出现横盘，应该是在216附近。那如果出现上涨呢，会到达230。那这条红线是前一周、再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如果股价在上周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，195这根红线它将是强支撑。对，好，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在上周生成的是一个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并且涨幅是非常的大的，也站上了前高。我们在上次周 K 线图当中说了连三绿，那这是一个上涨的 K 线组合架构。那之后股价一定会上涨，或者说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，而实际也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连三绿的规律。好，那么到了本周，我们说目前连续出现的实体长绿 K 线，那 KD 值是指标向上， MACD 我们会看到快线已经上穿了零轴。如果慢线也在之后也上穿零轴呢，那么将说明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正式进入多头的趋势。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多头的趋势了，零轴已经快线已经上穿零轴，并且在目前的 K 线上，我们也会看到这里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也就是自2023年1月2日当周的 K 线开始，目前股价已经建立了一个多头的趋势。那建立多头趋势呢，股价应该是会继续震荡上行，除非跌破了4月24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152这个位置。只要不跌破它，股价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。那只要是多头趋势，股价一定是震荡上行的。那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周 K 线图也是要突破这条趋势线。那实际上在2022年9月19日当周的最高是在313.80这个位置。那股价如果目前继续上行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这将是它的目标，因为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这一波跌幅的50%的成本线的上方，所以，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，股价是向上的目标就是314和突破这条1号趋势线。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点，是在2021年11月1日当周和2022年1月3日当周两个周 K 线的最高点定义的头低的下行趋势。好，其实这样我们也会看到股价继续上行的压力，我们也会看到是周 K 线图当中的 K 线与趋势线的交点和目前在314这个位置，这是股价的上行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本周股价的上行或下行的目标。那本周如果上行，它的目标至少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所以我们认为本周的高点应该会能够到达262或者叫263，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前提是我们说的是，如果股价上行，那高点一定会测试263。那如果股价在本周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置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
实体部分的中线是在231.5附近，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我们把观察线上移，这个位置是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那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如果股价回档在这个地方遇支撑，那很有可能会是继续向上的，在周中。好，然后下方呢，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，就是上一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2.5附近。那这条线呢，将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跌破了这条中线，如果继续向下，那么212.5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强支撑。因为一个它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同时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它是强支撑。我们再来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清除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周如果出现上涨，上方的高点会测试到263，如果出现回档呢，在232这个地方会得到支撑，那强支撑就是在212。好，这样我们可以在本周的日 K 线图本周的股价运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看周 K 线图，在我们分析的这个范围内是在哪个区域？好。那么在周 K 线图当中呢，我们要加一个趋势线，因为在上周这根 K 线已经站上了2023年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已经建立了多头趋势，所以我们要加一条趋势线，也是作为日后的观察，是在2023年1月2日当周的最低101.81和4月24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股价日后如果出现回档，是否会沿着这条趋势线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对于本周股价走势的一个叫做预测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继续来说日 K 线图。在日 K 线图当中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，或者之后的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所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在6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那目前呢，股价是已经站上了第一个目标，之前我们定义目标237就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所以我们把它先去除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回顾一下这两条观察线呢，是我们说的股价如果上行，看看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246附近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在229、230这个位置是否会得到支撑？这是两个观察线，我们也先把它删除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在6月12日和之后交易日，如果出现下行，第一个目标我们要由原来的212.5这个位置要提升到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23这个位置。好。
那我们说一下为什么？因为这根 K 线是股价，我们会看到在6月7日出现了高点之后收了一个红 K， 这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然后在6月8日盘中是出现了反转向上，也就是股价的最低价是在前低附近，那股价完成了一个回档，也就是回踩，然后继续出现了上涨，所以这根 K 线是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起涨的 K 线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6月9日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，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下行，那它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回后上涨的 K 线的最低，所以我们把第一个目标由212附近提升到223。那跌破223就是瓦解这个目前这个短期多头的趋势，就是要出现底低。好，这是定义这个目标的原因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也要提升，就是说是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12附近。我们调整最下面这个水平线，我们把它调上来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那第三个目标呢？也是由原来的178要提升到195。195我们之前说了是在上一周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强支撑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3个目标：223、212和195。当然，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22之前，我们会看到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这个缺口是成为支撑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看到我在6月12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22到223附近，也到达了这第一个目标。所以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，那223将会成为日 K 线图当中的强支撑。好，强支撑并不是不能被跌破，而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位，跌破了它将会改变目前股价的走势。我们会把它说成强支撑。同样，强压力也不是不能突破。是突破强压力会改变目前股价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强支撑和强压力的说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因为在多头趋势当中，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，那一定是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的股价，从5月31日这个也是一个回后上涨的 K 线，那之后股价的收盘价都是站上前高的，包括出现红 K 都是站上前高，所以每天如果股价继续保持这样上行的走势，目标就是要站上前高。所以对于6月12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就是前高252.5附近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。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股价离缺口越来越近，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提升到缺口的上沿，也就是第二个目标是262附近。
那第三个目标呢，我们给出就是上方的31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在到达314之前呢，我们说会有一个压力位是在2022年9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89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也加上来。好的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：252、262和289，当然包括314。好，289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再回到周 K 线图再看一下，在周 K 线图当中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能够回补上方的缺口之后啊，是2022年9月26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就是在289这个位置。那回补缺口之后，就是上方的压力就是289，然后就是314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周 K 线图上看到的信息。好，那么对于6月12日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，就是我们继续要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是在233到236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236这个位置。好，实际上是在缺口的下沿附近，就是股价回档，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我们要看看6月12日收盘之后是否会跌破这条线。在盘中我们也要关注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遇到5日均线值的时候是否会得到支撑。那上方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如果股价开盘是高开盘是一路向上，我们要关注缺口的中线在260这个位置。260将是股价如果上行的一个强压力。当然它有个条件是股价上行的时候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要超过前高，前高也是强压力。好，那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是下方是236，上方是260，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截止到目前是有3个多头的仓位的。那这3个多头的仓位呢，在最后一次，其中有2个是有加仓的，最后一次加仓的位置是在6月8日的收盘价，是在234.89这个位置，我们给出的加仓建议是5%，实际的可操作性呢是到6月9日的盘前是在247附近，虽然它的开盘价是249，但是盘前可操作的就是盘前交易应该是维持在247附近的。那这是其中有2个仓位多头仓位最后的加仓。那最后一个仓位就是说之前一直没有进场，或者之前逢高已经清空卖出的，想要再进场，那么也是在6月8日的收盘，
可操作性是在6月9日的盘前247会有5%的建仓。我们目前有这3个仓位。好，那么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第一个仓位，我们已经达到了35%的账户的资金量，然后这个账户的这个仓位就是这个持仓的成本是在214附近，我们测算。那还有一个多头的仓位呢，是有10%的账户的资金量。那么这个账户的资金量，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它的成本位是在23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对于这2个仓位，我们要给出停利，就是守当日新生成。对于到了6月12日，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是守233这个位置。实际上，对于第2个多头仓位，它是一个止损的位置，是在233。好，那么这是停利，停利是指的停止利润的损失。然后止损位，我们给出的是守20日均线值，在6月12日，这个值是在200附近。当然，股价不会，应该不会到这个位置。我们指的是，止损，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仓位刚刚进场的，在247附近有5%的仓位，那么它的这个仓位还没有获利，它的止损位置同样是守5日均线值，守233这个位置，或者也可以守这个缺口的下沿。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好，这是3个仓位在6月12日我们给出的停利和止损的建议。当然，我们说股价，获利呢，目前所有的盈利的仓位都可以逢高获利出场。例如，我们在6月8日给出的，在6月8日，给出的信息是到6月9日盘中可以在258这个地方获利出场。同样，股价在6月9日已经高出前一日 K 线最高的很高，这都是获利的位置。对，那如果没有获利呢，就是守我们刚刚给出的停利和止损的位置。好，那对于6月9日收盘价目前是在244.4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没有进场做多或者加仓的建议，因为这是一个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是非常危险的。虽然收盘价站上了前高，但是它是一根红 K， 红 K 有量增，说明应该是出货。对，是出货的表现，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的。那什么时候再进场呢？我们等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要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之后，那我们才可以找机会再进场加仓，或者说是建仓。那在这里再说明，我们给出的所有技术上的加仓建议，实际上也是初次建仓的建议，只是目前股价是到了相对高的位置。那如果是已经获利了，然后还想进场，或者说是初次进场，一定要控制进场的比例是在5%，然后设好止损位。那这样进场呢，实际上就是想
吃到股价这样就是说持续上涨的红利，但是这个红利是有限的，不是很大的红利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6月12日，如果出现低开盘或者是大幅的低开盘，那我们认为在244附近之下，在这个区域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是加仓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223，这是空头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目标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缺口的中线，在260附近。这是第一个空头的仓位。那如果在6月12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大幅的高开盘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如果上涨到缺口，也就是在前高252到260之间，在这个地方也会有空头的建仓或者是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，是在235这个位置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建仓的空头呢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我们说上方的这个压力就是275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1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，请在下面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第一个压力位就是252.5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，是从258一直到26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89。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233到236，然后和这个缺口我们把它合并，是从233一直到242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22到223附近，是在这个区域，也就是下方的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强支撑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212，是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6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；第二个可能是上涨。那两个可能呢，我们分别都会给出2个点位。我们先来说回档。回档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5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3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9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那出现回档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位，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踩，没有到达233，而是到达238.5这个位置，并且上方最高能够到达249，那么它的收盘价
会收在242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就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9的。对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那才会出现收盘价在242.5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回档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如果继续上涨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第一个点位最低会回踩到247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60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26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5附近。那这样的一个上涨呢，我们认为是会站上前高，并且呢会回补上方缺口的一部分。那上涨的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说股价如果回踩高开盘，如果回踩到242，也就是前低的附近，对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52，也就是前高附近，那收盘会收在250附近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就是第二个点位呢，这根 K 线会在前一日 K 线的范围之内，收在250，不超过前高。那我们要给出的条件是，他们共同的条件，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如果股价收盘在255，它的条件最低是不可以低于247的。如果收盘价在250，那么它的最低是不可以低于242的。满足了这些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